资本真的会因为恐惧而逃跑吗？就在芒果超媒股价接近腰斩、市值蒸发的同时，一个神秘的新公司悄然成立了。他们是在转移资产，还是准备金蝉脱壳呢？还有更惊人的，有人说易烊千玺的背后站着的不仅仅是资本，而是一个绵延数百年、横跨政商两界的庞大的家族势力，甚至还有中央级别的背景。而最让人泪目的画面出现在上海，在那样高压的监控下，地铁站的电子屏上竟然再次出现了那个人的脸。与此同时，仅仅因为在微信群里聊了一句滨崎步演唱会，警察就敲开了一个普通人的家门。真相还在发酵，博弈还在继续。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层层迷雾下的最新进展。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师局，我是唐月。中国男星于朦胧在9月份离奇的离世，这把火烧到现在依然没有熄灭。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提到过，这场民怨直接冲击了资本市场。于朦胧生前的经纪公司天娱传媒的母公司，大名鼎鼎的芒果超媒，那股价就像滑滑梯一样止不住的往下掉，从9月份的36块掉到了现在的24块。但是各位千万别小看了这帮资本老手，就在网友们盯着股价欢呼报应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背后搞起了小动作。最近呢，有眼尖的网友挖出来了一个猛料，就在9月23号，也就是于朦胧出事还不到2个星期，舆论刚刚开始发酵的时候，有一家名叫芒果创展的新公司悄无声息地成立了。大家品一品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太巧了呢？根据天眼查的数据显示，这家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叫程浩，注册资本高达8000万人民币，经营的范围写得很宽泛，网络文化经营、互联网信息服务、在线数据处理等等。再看它的股东名单，长沙马栏山投资开发、芒果超媒、芒果传媒全是芒果系的核心成员。很多资深的股民一看就懂了，这叫什么？这叫做换个马甲继续捞。网上有种声音非常强烈，这是不是在搞资产转移？这帮人是不是心里也虚，怕芒果超媒这块招牌彻底臭了烂了，甚至怕被清算，所以赶紧弄个干净的新壳子，把资产挪过去，接着奏乐，接着舞呢？这种操作在资本市场并不罕见，但在这个节骨眼上，这种狡兔三窟的做法反而更证明了他们内心的恐慌。资本想跑，但观众的记忆没那么容易消除。除了股市，电影院线成了第2个战场。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的女演员田海蓉吗？她在于朦胧案的网络爆料中被指涉嫌很深。最近呢，她自导自演的新电影《我的世界没有我》遭遇了史诗级般的尴尬。根据江苏的一位娱乐博主披露，这部电影上映的首日票房只有283万，第2天更是直接跌到了230万。影院经理们也不是傻子，一看这势头，排片量是直接砍。最后这部片子仅仅上映了5天，就不得不灰溜溜的撤档下架了。另外一位博主说的特别解气，他说这场民意与资本的较量最终以网友的胜利告终。这届网友真的太团结太给力了。这件事其实给了所有傲慢的资本家一个响亮的耳光，票房已经不是你们能随意拿捏的数字了，观众的选择才是硬道理。说到这儿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插曲，虽然听起来有点悬但是在网上可是传得沸沸扬扬，我也给大家讲讲听听。据说有一位叫做东方神官的灵媒披露，田海蓉和另一位被指涉案很深的宋伊人，因为害怕报应，之前呢特地跑去拜狐仙帮忙，结果你们猜怎么着？狐仙给他们拒绝了，理由居然是嫌他们年龄太大，长相也不够标准。后来呢，这2位没办法，又去求了蜘蛛精。据说蜘蛛精倒是收了他们，但最近蜘蛛精已经被抓到地狱去了，
也就是说，这些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守护者帮忙了，那就是在裸奔了。有网友看完这个爆料笑坏了，说不管这个东方神官说的是真是假，反正我是被逗笑了。其实这类传言的流行，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大家的一种心理，那就是希望害于朦胧的人遭到报应，为于朦胧讨个公道。朋友们，接下来是一段工商时间，我们大数据频道会及时的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你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向您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们的团队都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都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服务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你要连去哪里。这就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呢，它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的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传送，第一台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这2台之间是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没有办法还原整条通信路径，就连神盾自己都没有办法追踪您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的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上，还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受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大师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建议您赶紧点击我们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您的购买是对我们节目的最大支持。虽然官方在拼命的压热度、删帖子、炸号，但是在这片土地的各个角落，纪念于朦胧的烛光从未熄灭。在于朦胧刚刚离世的时候，我们还能在各地商场的大屏幕上看到粉丝做的纪念投屏。但最近呢，大家也发现了，这些在中国大陆几乎都绝迹了。原因大家都懂，上面不让播，资本也不敢接。但是就在12月4号，黑暗中透出了一束光。这张照片现在在网上是疯传，地点是上海地铁的彭浦新村站。在那个人来人往、监控密布的地铁站里，那个巨大的电子屏上居然再次出现了于朦胧的身影。这一幕让无数人瞬间破防。在这么高压的环境下，在所有人都被警告闭嘴的时候，上海的朋友们还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无声地告诉所有的人：记住他，我们没有忘记他。不过，这张照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我们还在核实中。屏幕前的朋友，如果您来自上海，或者您正好路过这条通往新庄的地铁线，能不能请您帮忙确认一下，这张照片还在吗？如果在，请在我们评论区告诉大家，这对我们所有人都非常重要。现在我们把镜头转到海峡对岸的台湾，那里的纪念活动可以用遍地开花来形容了。除了台北、台南、基隆，12月5号又有网友在 Threads 上发文说，出了火车站看到这画面，觉得好感动。在照片里，一幅于朦胧的巨幅照片高高悬挂在一栋大楼上，照片下面还有一个醒目的 QR 码，那是为于朦胧讨公道的全球联署链接。有人说时间是最好的遗忘药，但对于于朦胧这件事，网友们的态度非常的刚，以年为单位干，哪怕再花上好几年，也要把这个真相讨回来。朋友们，如果您也觉得这件事不能就这样算了，请在我们评论区打出3个字：不遗忘。如果您也能到联署上签名，请点击我们节目下方的签名链接，为于朦胧讨个公道。接下来呢，我们要聊一个更深水区的话题了。于朦胧案的余波现在已经冲击到了娱乐圈的顶流易烊千玺。
最初是有灵通者点名说他是下一个受害者，网民也发现他的演唱会布置得很诡异，像献祭的仪式。但很快呢，风向变了。有爆料说，易烊千玺的叔叔叫易树，这个易树曾经担任过于朦胧经纪公司天娱传媒的高管，后来自己创立了福星传媒，签约了乔任梁。网友们翻出了当年的视频，乔任梁在2010年的一个颁奖典礼上公开说了一句话，自己的敌人叫易树，花名叫 Lady 呱呱，而当时真有个节目叫 Lady 呱呱，制作人就是易树。再加上于朦胧生前直播里那句莫名其妙的死亡也可以很艺术，让很多网友猜测这个易树是不是这张黑暗大网里的关键编织者呢？但如果只是个经纪人叔叔，还不足以解释易烊千玺如此强大的资源。最近有一篇关于易烊千玺拥有中央级别背景的文章在网上流传了开来。文章指出，易烊千玺祖籍湖南益阳，这个益阳义氏可不是普通的家族，这是一个在当地乃至全国都非常有名的宗族。根据统计，中共建政以后，这个家族出了5名省部级以上的高官，4000多名公职人员。这份名单列出来很吓人，现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易炼红，刚刚落马的前证监会主席易会满，知名学者易中天，据说他和易烊千玺是同一个曾祖父，还有湖南省军区副政委、怀化市市长等等。不过这篇文章和事实可能还真有一些出入。根据易氏家族族谱记载，南宋嘉定年间，易氏家族的子宾公南迁到了湖南乾阳，繁衍至今800余年，因此乾阳的易姓人以子宾公为祖，自称是子宾公家族。湖南乾阳在1997年与洪江市合并，成立新的洪江市。易烊千玺2000年就出生于这个洪江市，应该说他就是子宾公家族的成员。前面文章中关于这个家族出了5名省部级以上的高官，4000多名公职人员的说法，倒是和子宾公大家族公众号的介绍一致。家族介绍中也提到了易烊千玺，称他是优秀族贤。易中天也曾经和这个家族的易公祠长合影，他还力捧易烊千玺出演的片子《少年的你》，因此易中天大概率也是子宾公大家族的成员，并且和易烊千玺关系比较近。不过易会满出生于浙江省温州，是否和子宾公家族有关，那就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另外，易烊千玺和其家族中的5个副部级以上的高官关系究竟有多近，我们也是无从得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易烊千玺出道后所获得的资源绝非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可比。比方说，最大的争议就是2022年的考编事件。那一年的7月，国家话剧院招聘，易烊千玺在大名单里。普通人考编那可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笔试面试层层脱皮，可是他呢，免除笔试，直接面试录取。这件事当时踩中了所有普通百姓的雷点，凭什么？而官方只是给了一句傲慢的会统一回复做回答，这就不得不让人猜测他背后确实有参天大树。除了权力，他还被怀疑背后有资本和舆论操控。虽然易烊千玺从来没有公开过父亲是谁，但网友通过股权穿透，基本锁定了他的父亲叫易尚杰。这个名字名下是关联了10几家公司，其中最为人诟病的是一家叫做诚信天下网络的公司。业内人士爆料，这家公司以前就是搞水军的，专门贩卖小号给粉丝控评，一卖就是几十万个号。虽然法人否认了，但网友调侃说，难怪饭圈的钱都让他家赚了，原来人家掌握了一整条水军产业链。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易尚杰一边呢是因为欠几万块钱信用卡债被银行告上法庭，名下是无房无车，另一边转头又能参股注册资本58亿的大公司，这背后的资金流转到底藏着多少秘密呢？
最后，我们把目光还是转回上海，聊聊日本天后滨崎步那场消失的演唱会。这件事的后续发展让人感到脊背发凉。就在11月29号，滨崎步上海演唱会被临时取消，但他坚持对着空荡荡的座椅唱完了整场。这本来是一件体现契约精神的感人故事，但是中共官方媒体澎湃新闻却跳出来辟谣，说什么无人演唱会这个信息不实，说是彩排偷拍的。明明滨崎步自己都发了照片，官方为什么要撒谎？因为他们恐惧真相，而这种恐惧已经蔓延到了普通人身上。就在12月4号，有一个台湾网友爆料，他在大陆的一位朋友仅因为在微信群里和2位朋友聊了滨崎步无人演唱会这件事儿，警察竟然就找上门了。注意，不是打电话找你，是直接上门约谈。警察的理由是他在群里乱说话，过程就像查户口一样，把他的资料全审了一遍。最后这位朋友还被迫道歉，要写保证书，并被勒令退出群组，删除那2个好友。这位大陆朋友事后感叹了一句话，他说：你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就会像我今天这样。我觉得一个社会如果弱势群体无法发声，普通人的权益终有一天会丧失殆尽。那台湾网友就问他了，那你还希望统一台湾吗？这位朋友竟然回答，从国家利益出发，大陆是不可能容许敌对势力在家门口的。你看朋友们，这就是最悲哀的地方，人已经被各种监控手段原子化了，即使意识到了危险，却依然被那套宏大的叙事逻辑捆绑着。这可能就是部分中国老百姓的现状。从芒果传媒的换马甲逃生，到易烊千玺背后浮现的红色家族网，从上海地铁那张顽强亮起的照片，再到微信群里因为几句话闲聊就被警察上门的普通人，这一周发生的事情看似分散，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真相。这是一场记忆与遗忘的战争，也是一场普通人与庞大权力机器的对抗。资本可以换个名字继续捞钱，警察也可以因为一句话就敲开你的家门。他们看起来无所不能，强大到让人绝望。但是那一张张被抵制的电影票，那个在地铁站里闪过的人脸，那一张张写着不遗忘的留言，都在说人心是他们唯一无法控制的东西。只要我们还在讨论，只要我们还在关注，这场仗他们就没有赢。屏幕前的朋友，您怎么看待易烊千玺背后的家族势力的呢？您觉得上海地铁站的那张照片是否是一个真的存在呢？欢迎您在我们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如果您也关心这些真相，请订阅我们的频道，点赞并转发这个视频，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就是对黑暗最有力的回击。这里是大视剧，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